嗨，各位，感谢杨师傅提供本期主题商品异次元重工的刑客系列铠甲勇士拿瓦。凯三这部剧在我的印象里曾经是被判为铠甲系列走向下坡路的开始啊，但实际上无论是收视率还是玩具销量，都是系列作2忘1的存在啊。加上近年来对于剧集本身的各种二创，以及最重要的对于端木燕这个角色的塑造挖掘，甚至都有些造神的趋势了。总之，就算不用与后面的作品去衬托比较啊，凯三仍然是值得完整观看的优秀作品啊。拿瓦系列皮套设计的特点便是突出4元素本身，代表熔焰力量的焰之拿瓦。正如老大哥所言啊，升腾岩上就是焰火的力量啊。铠甲上随处可见的橙色部分都是向上不断燃烧的火焰啊。胸口的透明剑相当通透，但形状是不对的。皮套上的透明剑在下沿这一块部分是会贴合到胸甲边缘，而不是完全凸出来一整块。正确的造型应该是这样。另外就是从侧面去看，皮套上的透明剑因为是需要贴合胸甲轮廓的，也就是说它整体会有一点往后的角度，但刑客做得太直了，进而导致本身应该是在胸甲上的细节，现在就只能够做在透明剑的内壁上。那为了避免有些同行跟我说是在用放大镜玩具，我直接告诉你，这些毛病就算不对比剧中，就拿出刑客包装上选择的这张写真也是一样的。胸口的 V 领对比皮套做的也是相当扁平，与底衣之间拉不开高低的距离，脖子又做的有点短，让本身就偏大的头部显得更大了。我是非常喜欢拿瓦的头部设计啊，全身唯一出不对称的造型，强化了火焰燃烧的动态效果，依旧是红铠蓝眼的传统，复眼的颗粒密度很高。整个头比较可惜的是，额头上小火苗给了分剑，但并没有用透明剑呢，所以质感上有些不足。往下看到副腰部，最大的问题其实不是直筒腰，而是没有皮套的褶皱细节去缓解高亮艳丽的七色所带来的过于光滑的表面，光线一打下去，一顺到底啊。罗圈腿的问题显得易见，但更明显的是软胶的变色啊，已经是开始把银色大腿甲给染成粉色了。当初是完全没有考虑去做材质区隔做分界呢。脚踝处外露的关节，我确实百思不得其解，明明是做出了单独的铠甲分件，就是不舍得给一个上下可动去遮盖一下，非要直接粘死，就时刻暴露关节以及破坏整个小腿到脚掌之间的过渡造型。剧中皮套确实就是这样的，但别人是为了考虑到皮眼的拍摄活动，你作为一个玩具实体化，一点不考虑美观程度，真的是很难评啊。鞋底是空白一片，道具上应该是用了某双鞋直接改造而来的。铠甲系好像没有特意去设计制作鞋底的花纹，所以这块我倒觉得没什么问题。简单活动一下头部，由于并没有设置一个往上拉出的关节，导致它的抬头以及低头是完全受阻的，左右包括整体的旋转也是要小心一下，下巴对这个衣领处的刮蹭啊，腹胸之间的前倾一定要小心这块钥匙啊，不要折断啊。现在很多二手品为了保证安全，我还是把它给拔下来去也是可动吧，不然的话如果真的断了就不好了。后仰左右的旋转，最大的问题是不可避免的会与底衣上的这些花纹去做到剐蹭，导致到掉漆啊。肩胛外拉平举是稍微超90度一点的水平，手臂的内侧虽然是有给到一块类似于补肉的零件，但实际上它没有设计一些额外的蝴蝶肩啊以及牵引的关节，所以这块零件在我看来做的是比较多余啊。二头肌的旋转，包括它的曲肘、双关节，还算可以吧。拳头则是一个可以调整方向的轴向球形关节连接。下半身腿部的前踢会自动带动上面这一块零件去做到一个避让的结构，后踹的话就比较一般了。大腿的旋转，膝盖二段式的关节这一块还是比较紧的手感呢。脚掌往前往后，毕竟是牺牲了造型啊，所以各个方向的可动肯定是需要给我拉满的。前脚掌额外的一块分界，非常紧的一个手感呢，我感觉好像是有点熔漆在里面了。零件整体的锐度是很高的，所以在保养时候一定要小心啊，特别是它脚踝后面这块零件，它居然是单独的分件啊，一定要小心不要被地板小丁吃掉啊。
配件部分，钥匙是一共给了4把，精灵和元素各2把，细节是不错啊，但缺少涂装。一把有了它就什么都可以不用怕的熔灵刀啊，整体的细节以及涂装方面应该也不用我多说了，毕竟这也算是异次元重工的强项啊。在镜头当中究竟可以完美的诠释这款的表现力。尾端一样是可以插入钥匙的，通过变形以及元素精灵合体而成的麒麟龙斧，但上面这块焰熔灵是不能够旋转的啊。可以简单对比一下，中心的部分是差不多的尺寸，但是在握柄处以及斧刃是额外再做出了特化的设计啊。手型配置的部分，开合默认是一对实心的握拳手，我手上这款的手背甲以及软胶金的手型已经出现很明显的色差了。替换的这5对反而还保持了不错的颜色统一，一对握持武器的手型，一对搭配特效键所使用的冒火手，不过火焰的部分则是做的比较的敷衍啊，没有什么渐变的涂装，一对张开的发力手，一对握持钥匙的手型，这一对我就不知道是拿来干嘛的，但整个手型做的目的性很强啊，肯定是特殊的互动手型，但我确实想不起来啊，说明书上也没有讲。还附属了一个印刷有拿瓦标志的地台以及支架的部分，但是它没有拆开，我就不多动了。最后总结一下，很现实的情况是，这款22年推出的刑克拿瓦仍然是目前市面上完成度最高的1:12产品。在本家以及其他授权厂商还没有彻底进军这个比例前，独享这份德不配位的荣誉，加上软胶件不可避免的老化问题，希望各位在入手前再三斟酌。那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收看。如果喜欢，可以通过投币、点赞、收藏、转发、关注任意方式支持一下。我们下期再见吧，拜拜。